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呢，我们来聊为什么人类到目前还找不到外星文明。你是否曾经抬头仰望布满无数星星的夜空，然后被星空的壮美所感动？可是费米却在想，在茫茫的宇宙中，我们真的是唯一的文明吗？到目前为止，人类可观测的宇宙直径大约有900亿光年，并且至少有1000亿个星系。每个星系有1000亿到1万亿颗恒星，行星在这个宇宙中是普遍存在的。像我们的太阳系里面就有8颗行星，而那些比较大的行星，比如木星和土星，约有数十至数百颗卫星。物理学家费米依据这些数据，用公式算出，我们的宇宙中大概有100万亿颗行星上是存在生命的。那么，这看起来宇宙中的智慧生命和高等文明的存在距离变得非常的大。但是，他们又在哪里呢？为什么至今为止，其他星系的飞船或者探测器之类的证据都看不到呢？所以，费米他提出了，要理解费米悖论，我们首先呢要先认识费米这个人。费米他的全名是 Enrico Fermi， 恩里克·费米。他呢1901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罗马，是一名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后来，他也规划为美国的物理学家。费米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炉 Chicago Part 1芝加哥1号的创造者。他在那个时代也被称为 Architect of the Nuclear Age， 也就是原子弹的建筑师。说到原子弹，他也曾经和 Oppenheimer 奥本海姆一起工作，研发了世界第一个核子弹。诺兰的奥本海姆再多几天也是要上映了，我也是非常期待哦。好，我们继续。费米呢，他是极少数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的物理学家之一。他也因为发现了超铀元素，而在1938年呢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费米呢，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某一天，就和一个朋友出去喝咖啡，然后在一次他们闲聊中，费米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外星智慧生命在宇宙中普遍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找不到他们呢？这个问题呢，就构成了费米悖论的症结所在。它挑战了我们关于地球以外存在先进文明的假设。不过呢，费米悖论也存在了大量的假说来证明为什么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外星文明。我们就先来聊聊第一个假说，也就是大过滤假说。这个概念呢，是代表着文明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屏障或者过滤器。这种过滤器呢，可能发生在文明发展的任何阶段，它会阻碍文明的进步或者生存，进而导致它的灭亡。大过滤假说呢，有9个阶段，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阶段的来讲。第一个阶段呢，叫做合适的恒星系统。如果一个行星要具备适合生命生存的条件，那么它就需要一个适合生命生存的恒星系统，包括恒星类型、恒星的稳定性、行星的磁场、大气和轨道的稳定性等等。有了适合诞生生命的星球过后，就进入了第2个阶段。第2到第6个阶段呢，分别是可自我复制的分子、简单的原核单细胞生命、复杂的正核单细胞生命、有性繁殖和多细胞生命。基本上这是讲述生命怎么从最简单的分子进化到复杂的多细胞生命。这里我就不会一个一个讲了。现在我们来到了第7阶段，也就是会使用工具的智慧生物。目前地球上会使用工具的生物已经有好几种，分别是黑猩猩、人猿、乌鸦、大象、海豚，还有人类。一旦一个生物会开始制造和使用工具，那么他们就离高等文明更进一步了。我们现在也来到了第8个阶段，也就是有星际殖民潜力的文明，也就是我们人类目前的阶段。这阶段不是说我们已经具备了星际移民的能力，而是我们在未来是有潜力利用科技和资源去探索和殖民其他星系，或者进行星际移民。前提是我们人类文明不会被毁灭的情况下。而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星际殖民。如果一个文明具备了星际殖民的能力，那么它就可以扩展到其他星球或星系，从而实现星际居住和殖民。从以上9个阶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阶段1、7、8和9是最难实现的阶段。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从第一个阶段合适的核心系统来说，全银河系有数千亿颗恒星，
可是如果你要找到像太阳系这样子的星系，那么这个概率就会降得非常的低了。就算找到像太阳系这样的恒星系统，那么我们也要找到一个非常适合生命诞生的星球。那么这个星球的磁场呢，大气呢，它就要有能力抵御那个恒星所发出来的太阳风暴还有辐射，这个概率又在大大的降低了。就算有类似的行星，那么这个恒星系统里面呢，还有一颗类似木星还是土星这样比较大的行星，来吸引那些流星啊、彗星啊，以防它们撞到地球。而且那个星球上还需要有一颗卫星一直保持着固定的距离围着它公转，才能有稳定的潮汐。像地球这样子的星球，在这个宇宙里面能诞生的概率真的是低到不能再低了。可是这个星球真的是具备了这些条件呢？一旦它出现了第一个单细胞生命，那么阶段2到6就非常容易了。那么接下来的阶段，也就是阶段7、8、9，为什么我说非常的难呢？第一，你要诞生会使用工具的智慧生物，也就是说，那个生物的大脑要非常的发达。如果要从第6个阶段，也就是多细胞生命演变成会使用工具的智慧生物，这个阶段可能要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年才能演变而成。来到第8阶段也是一样，人类目前能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也只能说这是个谜。人类的文明史，我们目前也只能追溯到不超过1万年。在这个短短的1万年里面，我们人类是怎么从只会用石头生活到飞出外太空探索？根据传统的进化论来说，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在第7和第8阶段，如果那个星球有经历过什么毁灭性的打击，比如生物大灭绝，那么整个文明就要从第2阶段重新开始了呀。不过从第8个阶段要跳到第9个阶段才是最困难的，其中它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一个文明它的文明越强大，也就代表它的武器也越强大。武器的强大也代表一个文明越有可能发生战争，从而导致了自我毁灭。而第2个原因呢，它比较恐怖，它也只是一个假说。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提到的第2个假说。有看过3体小说的朋友，应该对这句话感到非常的熟悉。根据这个假说，宇宙中的文明被比喻为黑暗森林中的生物。在这个森林中，每个文明都必须保持深藏不露的状态，以自我保护为主要目标。因为在宇宙中存在着无法预测的其他文明，其中某些可能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因此，文明之间的沟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无法确定其他文明的真正意图。任何一方如果暴露自己的存在，都可能会成为其他文明的攻击目标。因此，文明必须采取秘密行动，保持沉默，并尽可能消除其他文明的威胁。在3体的故事中，3体人成功入侵人类后，长期在宇宙漂流的万有引力号，为了帮人类报仇，向宇宙深处发射了3体人的坐标。3体世界也因此遭受了高等文明的毁灭性打击。不过，也因为这样而暴露了地球的坐标。过了不久，地球呢也被一个叫歌者的4级文明利用降维打击，把太阳系毁灭了。所以说，如果黑暗森林法则这个假说是真实存在的话，我们也不排除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高等文明的清道夫。一旦他们发现一个文明发展到有潜力毁灭其他文明的阶段，他们就会用武力把那个文明强制性毁灭。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到现在都还找不到外星文明，因为他们都把自己屏蔽了啊。只有人类还傻傻的一直向外太空发射自己的信号。早期霍金也有说过，向外太空发射信号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收到你信号的另一个文明，他们是友善的还是充满敌意的。也或许他们的文明是以另外一种形态活在这个宇宙里面，而对于我们这些碳基生物，我们是无法理解另外一种形态的存在。而接下来我要说的第3个假说，就是3体故事里面呢，科学边界有提到了2个假说，分别是射手假说和农场主假说。我们先来讲射手假说。有一名神枪手在一个靶子上每隔10厘米打一个洞，假设靶子上有一种2维的智慧生物，
他们的科学家通过观察后得出了结论：宇宙每隔10厘米必然会有一个洞。他们把神枪手一时兴起的随意行为当成了自己宇宙中的铁律。第二个就是农场主假说。农场主每天11点给农场的火鸡喂食，火鸡中有一名科学家在经过1年的观察后宣布他发现了自己宇宙中的铁律，每天上午11点就有食物降临。当他宣布这个定律的第2天早晨，食物没有降临，因为今天是感恩节。农场主进来把他们都抓去杀了。人类一直都用自己所理解的物理定律去定义整个宇宙的形成，可是这个宇宙中的某些文明，它们的存在或许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我们的认知。你想象一下，我们目前的认知的生命体仅限于碳基生物。如果这个宇宙真的存在硅基生物或者能量生物，这些生物可能居住在我们当下所处的纬度或领域之外，根本让我们无法察觉它们的存在。我们人类或许也只是靶子上的2维生物，也可能是农场里的火鸡。在这个观点下，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的存在可能只是宇宙中无数可能性的一种，而我们所要面对的现实只是更高维度或者更复杂宇宙的一个投影。我们对于这个宇宙的认知可能受限于我们的感知和理解能力，因为我们无法完全理解更高层次或者更广阔宇宙的本质。不过接下来我要说的最后一个假说或许才是最残酷的真相。这个假说就是你有没有尝试过，在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场景很熟悉，而你在做着这件事情，你也感觉好像在某个时候曾经做过，可是又一直想不起来。或者说你明明在网上买了东西，可是第2天那个东西就不见了。你去查找购买记录，可是那个购买记录是空的，就好像你从来没有买过这个东西一样。这种事情呢，人们给出了2种解释。第一种就是平行世界论，而第2种就是我们是生活在虚拟世界里面。1989年，传奇物理学家 John Archibald Wheeler 他提出，宇宙在根本上就是一个数学公式，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信息的产物。长期以来，物理学家一直都在努力理解，为什么宇宙一开始就有适合生命进化的条件，为什么物理定律和常数采用非常具体的数值来允许恒星、行星和生命的发展呢？例如，宇宙的膨胀力，也就是暗能量。暗能量它比理论所暗示的还要弱很多，它会让物质聚集在一起，而不是被撕裂。这个已经完全不符合牛顿力学的理论。如果这个宇宙是实体的，那么它一定不会有 bug。可是，如果这个宇宙产生了 bug， 那么这个宇宙一定是虚拟的，因为只有虚拟程序才会有 bug。根据这些理论， Nick Bostrom 也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3道题。这3道命题中有1道题一定是真的，要么一个文明在达到模拟能力之前就毁灭了，要么那个文明对运行模拟没有兴趣，要么那个文明已经生活在虚拟之中。这3道题真的是越想越恐怖。他的这套理论说明了这个宇宙中无论是什么文明，大家都是虚拟的。就算你的文明强大到你能够创造另外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也是改变不了你还是虚拟的。我们人类所创作的这些游戏，这些游戏角色本身，他们可能都是有意识的，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活在虚拟世界中。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已经是越来越快了，或许某一天我们人类就能够发现，我们是哪一个大神级文明所创造出来的虚拟游戏。好了，这是有关于费米悖论的4个假说。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探讨我们人类为什么找不到外星人。不过有很多那些机密爆料，比如罗斯威尔事件、凤凰城事件、塞尔波计划，这些机密爆料呢，都已经说明了人类已经找到了外星人，而且还和他们有过交流。你可以点进老高还是小韩哥的频道，在里面他们会有详细讲解关于这些事件。不过你要记得，这些机密爆料是没有确凿证据的，我们也只能当它是一个都市传说来听听看就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能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们，丁丁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也希望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能够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部视频见，
拜。